啊，你先说。我就给他亲了，反正洗我肯定没给他，这我知道。新华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我在《德贤井之中饰演莫德贤。新华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个戏的导演孔生。新华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德贤井志的编剧蓝小龙。所以就是说，在电影当中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轻松化的表达，其实是蓝老师的风格嘛。是，我还给他稍微的拽下来一下。其实我们不想让观众去太沉重。在电影的串场过程当中，我会有很多的比如说黑白的一些复古的滤镜去做转场，这个设计是为什么呢？因为蓝龙这个剧本呢，确实它有它的独特性，它的风格。我们为了想要这种风格，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怎么去做一个这样的外化形式。摄影师曾健老师来了以后，他说我想用8毫米拍一点黑白画面。这样呢，就配合他原来也写到了一些关于那个年代的老歌，像《新的女性》啊，什么这个都有。为了配合这些东西，我们就用了一些，真的是正好是用胶片拍的，做了一些类似像纪录片和那个年代的东西，像一个钟摆一样来回回荡，扩大观众的这个思维空间。也算一下。对。莫德贤这个人物，他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呢？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是一名钳工，他也是一个家的一个守卫者。我认为是这样。那莫德贤他作为一个钳工，他的背后其实是有一部分跟他一样的，当时那个年代的匠人的这么一个群体。蓝老师在写这个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希望通过他来表达出当时这个战争年代这么一群人为抗战做出的一些努力？其实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心里是一个潜在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暗线上面，它其实是一个军工戏。那个时代的军工，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军工，可能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一群人，因为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网络上原来之前大家没看这个戏的时候，有4个字，叫土法抗日。反正土法抗日的逻辑是什么呢？它是比如说我拿这个锄头在刨地，然后鬼子来了，我拿锄头把它刨了。然后我再回头，我再拿锄头刨地。军工不是的，军工是我今天我把我的锄头熔了，我打成刀，明天我要把我的刀变成枪，后天我要把我的枪变成炮。它是一个要一步一步的，它是一个连续的，它是一个要有未来的东西。我有几个点很好奇，就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廖凡演的这个戴了一个像飞行帽一样的这个帽子，这个是谁的设计呢？你来说。这块是剧组的设计，但是我看这块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我的认知是，宜昌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空战的天空。它跟武汉一样，没有武汉规模那么大。就是说你说那个帽子啊，可能我以为他之前参加过此类的战斗，所以他拥有那个飞行帽。你看他们这个解读，就觉得是否是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不是的。那我们再聊聊夏承这个角色。夏承这个角色，我有一点好奇，就是他们2个在船上分别的时候，他给了德贤几巴掌，啪啪啪的打了好几下。这个是谁的设计呢？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动作去表现他们2个之间的一些火花跟情愫？你问了一个跟我一样的问题。也是剪辑老师突然用了那么一下，大家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巴掌打的有多了一层含义。你可以解读成你刚才冒犯我了，还有一个解读就是他看你还没有放下，我打了你，我放下了，你就可以不要再面对这件事情。那我很想知道德贤当时是什么感受？这个角色啪一下子突然来了一巴掌，这个是……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那场戏。剧本里面是1个巴掌，对。然后那个巴掌，我认为啊，我的理解是对应了后面我给自己的那一巴掌。对，我就决定，好，跟他走了，跟他走，留下。对。原来是。但是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我跟太爷的一个对话，也很有意思。那其实这样的话也会给我们碰撞出很多不同的解读了。对，没错。夏承在出门之后，就他们在宜昌的那个家被毁之后，他们不是要再走吗？离开家的时候，明明这个住所已经毁掉了，但是他还是扣上了这个锁。他们可以不锁那个门呀，为什么要扣上？这是一个怎么可能不锁门呢？房子已经在燃烧，
一个女人觉得这是她的家，她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还要把门锁上。我觉得是一个夏承此时的心境。哪怕是一片废墟，我也会把门锁上。对，哪怕就是一扇门，我也把门锁上。我还特意镜头留的时候，他那个锁门那一瞬间，背后是在燃烧。后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3个日本兵被打败了之后，这个德贤回到家里面，发现自己的儿子夏承都在家里。我可能想象是他们俩一见面可能会拥抱，结果是做饭。他们在这经历了这种生离死别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是做饭，吃顿热的。他当那个情感到了最浓的时候，他一定找另外一个事情给他们破掉。肖战的眼泪从这掉下来了，然后接着夏承的眼泪下来了。他俩就在那一要接着一下，太爷呢？太爷呢？太爷不见了，我去找太爷，马上就被打。然后他看着背影，哗跑了。这个他总是含着。儿子这个角色，他一上来是，听力就不好。我在看影片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宠儿子啊！我看的时候，我都恨不得去揍他一下，就是外面战火纷飞，他满地儿乱跑。德贤对于等闲来说，他是有一点愧疚感的，所以就回到您刚刚说的，他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宠爱。我个人感动的台词就是那句话：“我还要活到5岁那么久吗？”那个时代的孩子的一个普遍的状态。我们聊一聊人物的阶段性的成长吧，跟事件的发展推进是有关系的。3个日本兵出现之前，然后他们出现到进村的那一段，然后他们开始杀戮之后，以及最后是1小支的陆军和1小支坦克兵进来之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场戏，就是当你带着他们3个从山上回到村里的时候，你被他们压在中间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德贤脑子里可能会在想些什么？其实我觉得小莫一直在想主意，是肯定一直在想主意，在想怎么处理这个。还同时也还有一点侥幸心理。直到什么时候让德贤就是已经觉得说这个事情真的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围跟可控范围了，就是山童的死，第1枪打响了以后，我觉得对于德贤来说，那个时候就一下子就那个警钟就拉响了，他就知道完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他自己可控的一个事情。然后12点，对，12点空气，对，一下那个时候他就是已经完全就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这也是受了强刺激嘛。大会员不跟他说我没有杀你的家人，我还没杀你，对，非常恐惧的，非常对，直接毛骨悚然。就是我觉得那真是那真是毛骨悚然。越来越把他的就是内心给激起来了。お辞儀をしたら说你干嘛？一辈子的这个小东西，最后一个要和自己告别。在升这个旗的时候，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在想些什么？把那个小莫我作为演员，我拍掉的那些戏份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他想象的那个炸了之后，他有一个愣神，就突然回过神来，发现他没有炸。所以他在短短的那几秒钟之内，他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要用自己的血肉，然后和这个旗杆合为一体，然后来引爆它。对，日本这个对在中国他进行一场大战的时候，他经常会进行这样一种行为，就是我到这个，我比如说我要进攻这个地方吧，我先屠周围的这些村寨，我屠一部分，然后让那些活着的跑，然后说白了就是传播恐慌。恐慌这个东西一旦传播起来的时候，比传染病还要快的。我把周围的这群给屠了，然后留些活的，他们跑到那块，然后形成压力，然后到这时候我再开始进攻。就是说那3个来这里其实是要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结果没有做成，完了我还大部队过路德。对，他有句台词就是他们相信恐惧，他们怕我们不相信你说的话，对，我只相信恐惧，所以他要杀一部分留一部分。对，但还原到当时那个场景，你觉得
德贤想的是什么？他要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真的不能再躲了，不能再藏了。对，大家要反抗。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他们不够害怕，不够难受，所以他们会照顾我们的家人。在这里打动吗？在这里做决定，我想做第一个。我们能杀了他们，我们讲的话。一边是在跑，一边看到老爷子在家里面对着那个牌位，牌位的灯火烛火都是亮着的，一下子好像把这个中国人心里的这种对家的根和魂的那种凝聚力给他拍出来了。从他那个跑以后，大家的觉醒就会一组一组的来表现。我要做第一个吗？不是，我要做第一个，而且我家里有90岁的老腿儿和那个5岁的跑不动，对我4岁跑不了。他就是他是，那只有这样守着家园去打。另外一条线，我觉得像萧衍他们一波的兄弟们也是有一个成长跟变化的过程的。我认为萧衍是一个上过跑跳有点心里有点理想的那种人，但是他没有勇气面对。从第一仗可能就打得有点后遗症了，他就始终没有摆脱这个炮，最后就想能够拼一下，就打一个他的话就打一个死人打的仗，大家都已经既然是死人了，我们就打吧。我其实觉得萧衍的这个，你要说，就是他终于找到摆的是那个，终于把那个日本兵给开炮了。弟兄们，上！开炮！我自己军人啊，我会看很多的战史，我其实有理解，输会成为一种习惯，他已经输成习惯了，他终于赢了一枪，他在那一下开始走到了。就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世界中间，他能否做出类似于或者远超过这样的英勇的举动，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我绝对认为可以做得到，而且他因为他更加明白，所以他反而更加能做得到。家是我们的底线，确实是守护好自己的小家，千千万万的小家，然后组成我们的大家。